今天来补的童年这也是洛克人，一个只要1张多，个头恰好是6寸左右的，配件量呢也是足够玩的。这就是小布最新发售的超越版洛克人 Rare 以及流星洛克人，这次的配件量可以说是意外之喜了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洛克人 Rare。有着4包流道零件以及1包成品零件，零件的发射质感以及细节开模呢还可以。水口是按压式的设计，不需要用到任何的工具以及贴纸补色，几十分钟即可轻松的完成水果的拼装。简单速度之后呢，就这么一个效果。造型方面进行了优化，更符合现在的审美一些。个头方面也是和同系列的一样，都是6寸左右的大小。细节方面可以看到，头雕除了眼睛之外呢，都是用的分件分色，刻线细节给的还是蛮丰富的。有需要的话可以适应一下线，效果会不错。而且因为它的头比较大嘛，所以说还是挺容易做好的，不会翻车。背后的头发是一整个硬塑料的分件，是造型比较复杂的飘起来的状态，和头部通过一个球形关节连接，可动幅度不小。躯干部分可以看到胸口处呢有2道金色的玉涂装，让腹部的刻线呢是蛮清楚的，而且还有肚脐眼细节。肩膀的设计还是蛮精细的，可以看到这个背部呢，你以为是一个大块的零件，实际上它是一个拉伸关节，从外观上根本看不出来。可以说既保证了美观又保证了可动性。大臂的底翼部分也是有着不少的细节刻画的，小臂上的装甲为红金分色，手上的黑白两色又给玉分色好。胯部可以看到大腿根也是有给到对应的细节的，大腿除了细节丰富的底翼之外呢，外侧还有白色的装甲。小腿装甲和小臂的装甲设计差不多，都是红金分色。由于画风问题脚比较大嘛，所以说为了脚踝过渡自然呢，可以看到是重新设计了一个大的球形转轴关节。可动方面可以看到低头幅度很大，抬头的话就比较一般了，转动没问题。胳膊平台能够轻松达到100度，大风车没问题，大臂根可以平转，胳膊的屈肘幅度是100度左右，手腕关节可以拉出来一些，正常可动。胸腰部前倾幅度比较一般，后仰的话很大，而且不会穿帮，侧摆以及转动幅度呢都是蛮大的。胯部有下拉关节，车体是80度，前踢90度，后踢也是90度，大腿根可以平转，屈膝的幅度是120度，脚腕的接地性不错，脚尖也有可动。配件方面虽然是一把光剑，可以看到通透度呢是很高的，一对周公和这光剑一样的反冲杖，一把黑白分色的小枪，以及对应握持职业武器的一对武器握持手，一只右手的持枪手，一个左手的招牌炮制手，一张沉睡链，一张战斗链。最后这个无色透明的地台呢，是这一期视频看的2个角色都附带的，上面有2个连接装备可以卡在角色脚底板上。接下来流星洛克人也是4包流道零件1包成品零件，它的装甲换成了蓝色，而且呢有2种不同的分色。接下来我们再花几十分钟把它给快速的组装起来。虽然是同一系列，但是游戏时隔几年画风都变了嘛，以至于流星的素体和 Zero 是完全不同的设计。它们2个一样的地方，也就是除了头发以外的身高加上胯部的关节设计。外形的话，真的是没有一个地方一样。细节方面可以看到，它戴了一个红色的护目镜，够通透，能够看清楚眼睛，是更加符合现在的审美一些。额头和两侧的图案比较复杂，都是用银印来还原出来的。头发的棱角够锐利，是用的硬塑料材质。而它的底翼部分呢，可以看到没有 Zero 那种复杂的细节花纹，也就是在胯部有一点，然后就是侧面的黄色线条了。肩膀关节可以看到是改成了我没见过的那种拉伸关节，可以保证正面不会穿帮。肩甲和胸甲呢都有玉涂装分色，左右小臂的装甲呢是不对称的，右小臂的是比较正常的，而左小臂呢有特效效果。特效透明件底下呢还有一个刷卡的部位，小臂装甲呢是靠一个转轴关节连接在手腕上的，右小臂呢没有特殊的功能，所以说朴实无华。小腿装甲呢也是又粗又简约，而且这些装甲呢也刚好覆盖住了膝盖以及胳膊肘关节。如果用和 Zero 一样的关节的话，那会导致断层感很严重，所以采用这种一体的隐藏式设计，可动的幅度甚至能更好。比起这种看惯的关节设计呢，流星洛克人的这种设计呢，我是没有任何意见的，因为它确实是更美观，而且把玩手感呢也更好。它的可动方面呢，低头抬头幅度还行，转动没问题，胳膊的平台能够超过100度，大风车没问题，大臂根可以平转，胳膊的屈肘幅度能够达到150度。手腕是和之前的超越版一样的双球转轴关节，胸部可以拉伸出来一些正常可动，胸部前倾幅度比较一般，因为有干涉，后仰还可以，转动和摆动幅度都挺大的。胯部有下拉关节，车体幅度90度，前踢90，后踢90度，大腿根可以平转，屈膝的幅度接近100度，脚腕是一个球形关节，脚尖可以抬起，此外还有胳膊肘以及膝盖的平转关节。这样的设计可以直接插拔替换成武器形态。首先这个洛克炮呢，除了脑门之外都是用的分件分色，蓝色透明件里面充满了银粉细节，光剑也有，而且特效呢是不对称的效果，直接插拔替换大臂以下的部位就可以。武器也带胳膊肘关节。比较惊喜的是，战斗卡牌呢剑也有所附属，而且呢还是挺厚的。此外还有一对五指放松手，一对五指大张开手，一只右手捏卡牌的手型，一张常态脸以及一张战斗脸。好的，以上就是小布追寻出了2个超越版洛克人的情况了。这次的造型和配件呢还是挺令人惊喜的，而且能看出来每次一出新 IP 的超越版呢都有不小的进步，期待后续的童年 IP。